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买回家的裤子发现裤脚有点长，怎么办呢？您还要另外花钱修改吗？尤其是现在是网络时代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从网上购买裤子，而网上购买回来的裤子，有时候呢就会存在一些偏差。尤其家里有小孩的朋友都知道，小孩子一年一个样，长得特别快，合适长度的裤子买回来没穿2次呢就换季了。还非常新潮的裤子，等到第2年呢，又已经变短了。可是，如果买的裤子太长，不仅容易拖地，而且呢，不小心踩到裤脚，还容易摔跤。如果是拿到裁缝店里面去剪裁的话，少则10块，多则20不等。这样一来，无形之中呢，就增加了裤子的价格，想想心里面就不舒服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2个缩短裤脚的方法。方法简单易学，隐形无缝，没有痕迹。缩短裤脚后呢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我们自己将它缩短的。赶紧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做法吧。现在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种修改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在这之前呢，要先确定好缩短裤脚的长度，可以先试穿，将它大概的位置量出来，然后做个记号。比好长度之后，我们把裤脚往上边挽起来就行。这里我们要注意，要将挽起来的裤脚和裤脚侧边的线呢完全对齐，保持两边呢都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。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缩短裤脚之后呢出现裤腿歪斜的情况。而且挽起来的两边呢要对称，不要一边高一边低哦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注意调整好后，我们来准备针线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穿针引线总是很困难，这里顺便教大家一招。我们需要将线呢放在我们的掌心上，然后我们把针取出来，用针眼的位置准确的按压在线上，通过这个针眼呢还能够看到线，然后拿着这根针左右的给它使劲的搓，让它在你的手心中摩擦，它自己呢就已经穿过针孔里面去了。是不是很神奇也很快速？这叫掌心穿针法，比我们普通用线头正对着针孔穿呢要简单多了。是不是觉得这个方法很棒呢？现在每次都用这个方法穿针引线，非常的神奇，而且很巧妙，屡试不爽呀。好了，记得尾部打一个结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。进一步留意是否裤缝呢在一条水平线上，两边是否对齐。确保没问题后，第一针我们从裤腿里面插针，把线拉出来，然后沿着上面的这一条裤边线，以平针的方式呢，把整个裤脚缝上一圈，也就是原有的这一条线。这样跟着原线缝，就算是新手呢也能够轻松胜任，丝毫不用担心缝得不整齐或者是掉针的现象，因为根本看不出来呀。另外，大家在收裤腿的时候，选择针线时，线的颜色呢一定要和它原线的线一致，这样才美观。我这里是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所以特意选择了显眼的白色。一整圈完全缝好后，我们在里面打上一个死结，这样才看不出来任何破绽。然后再将裤腿翻进去，留下的裤边再翻下来留在外面，这样呢就可以啦。翻过来之后呢就是这样的。如果家里有熨斗的可以压一压，压一下之后呢就更加好看，更加完美了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我们缝上去收过裤脚的。看一下这个裤腿，你有没有看出来这是我们缝过的呢？
看一下里外的样子呢也非常的整齐，不需要任何的技巧，有针线就会。像这种收裤腿的方法适用于任何类型的裤子，特别实用的小妙招。看看，对比一下两只裤腿，根本看不出来差别呢，是不是既隐形又好看？两边都用同样的方法收好后呢，穿上外出是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更改过的样子的，很实用呢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妙招2，和之前一样，先确定裤腿需要缩短的长度。不同的是，我们需要将缩短的那个长度呢，往裤腿里面撵回去。这一次不折叠在裤腿外面哦，而是往裤腿里面折叠。往里面折叠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，两边相对称的地方呢，也要在同一水平面上面。而且要对齐裤缝线，不然的话也特别容易导致斜腿。裤腿折进去之后呢，我们用手稍微压一下，让它有一些褶子，硬实一些，这样我们在后期缝的时候呢更加方便，不会来回缩。接着和另外一只裤腿的裤腿线呢对比一下，要在同一个高度，不然的话缝出来的裤腿一个高一个低，那样呢就比较影响美观了。对比找准位置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准备一个透明胶带，以前面的裤腿线为参照，平行的贴上透明胶。透明胶要平齐，这个是为了方便缝线时避免线缝歪的，也是方便新手朋友。这样我们只需要把针线跟着透明胶边缘走就好了，非常的简单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缝针了。第一针呢，也是从内往外挑出来，这样呢才看不出来针脚。然后再对比一下之前的裤脚，它每一个针脚之间的距离。然后我们需要模仿它的针法，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每一个针脚之间的距离呢是2毫米的样子。确定了每一个针脚之间的距离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距离缝纫就行。确定第一针的位置后，那么第二针呢就是将针往后面撤退2毫米。然后再往里面的前面前进4毫米。看清楚了吗？这种针法呢，我们叫回头针。后面的针脚依次以这种方式倒退2毫米，再从里下面往前方前进4毫米，再出来的这种方式，一直缝完整个裤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可以看到，用这个方法缝出来的线呢非常直，跟妙招1一样，不留任何痕迹呢就能够很轻松的把裤脚改短。改短后呢，我们只需要把线头拆掉呢，又可以变成一条长裤啦，非常神奇。一整圈全部缝好后，我们记得在里边收针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透明胶带撕掉不要了。看看，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，可以看到的是针脚呢也非常的密，而且呢是在一条线上的，就和原来的一样。如果是用原色线呢，就十分的完美了。那样的话，我们不说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我们自己缝出来的。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，都无可挑剔，没有一点歪歪斜斜的，里外面的样子呢都非常的漂亮，针脚和线都非常的整齐，在外面起裤腿来呢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快快收藏起来，不管什么裤型呢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哦。家里有小孩的就更需要了，特别的实用。那么对于这2种收裤腿的方法，您更喜欢哪一种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不过不管哪一种方法，收起来的裤腿呢都是没有任何痕迹的，非常的隐秘，值得一试。而且方法很简单，新手也能很轻松的胜任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到这儿了。
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